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晚上读书会，我们要继续来谈人有20难的第9难，叫做有事不灵难，跟第10难的处事无心难。名称听起来好像很难啊，其实各位听完解释后呢，要了解它的意思也不难啊。了解它的意思不难，不过要把它做到，好像真的也是很难。那这样到底是难还是不难？佛法告诉我们，有心就不难呐，无心就很难呐。所以成败关键在我们的心。今晚这2难讲完了，我们就总共讲了18难了哦。剩下2难应该不久的将来就会把它讲完了，这样就圆满20难了。当初要讲人有20难的时候呢，其实我自己都很怀疑啊，不知道可不可以顺利把它讲完啊？好像也不是很简单哦。结果按部就班，一难一难的讲，不要操心烦心，要多用心啊！只要多用心，这看起来好像也不是很难呐。其实做什么事都一样，只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啊，并专注用心呐，则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呐。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的啦。好，我们先来谈有事不灵难呐。有事，势力的势啊，就是有势力的。有事就是有势力，有种种优越的地位跟权力啊。那不灵呢？临时的灵呢？灵就是靠上去、靠近的意思的不灵的意思就是说不会欺负弱小。那有事不灵是指不仗着自己的地位跟权势呢，来欺负别人、压迫别人意思是这样子的。那佛陀是认为呢，当一个人有权有势的时候呢，要他不要去依靠权势去做人处事呢，这个很难。所以佛陀才说有事不灵难握有权势的人呢，他不但要运用权势他还要扩张权势哦。那没有权势的人呢，也可能会仗着别人的权势呢，来欺压别人也就是一般人讲的什么狐假虎威啦，拿着鸡毛当令箭就是这样的现象那我们很容易看见别人呢仗势欺人或以他个人的权势呢，就强势主导事情。我们很容易看到。因为我们是旁观者清嘛，哪天换成我们也有一点权势的时候呢，会不会也会仗势欺人呢，或强人所难呢？这个也是很有可能的哦。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是当局者迷看不清自己，所以有一点权势就想展现出来，强势主导、主宰事情，也可能这样子的我们也是要很警惕。有一句话说了，欲成人上人，先做众生奴那这句话跟另一句很励志的话，2句话都一样的意思另外一句叫做欲为诸佛龙象先做众生马牛这2句话的意思都是说，想成就道业大业也好啦，需要从最基本的服务他人做起。学佛也是一样，想要普度众生，就要先学习为众生服务啦。学佛要先从做人开始学起，因为人格成，佛格才会成嘛。要先懂得做人的道理，做人的道理懂了，人理自然就通佛理。相反的，很懂得艰深的佛理，但不懂得人跟人相处的道理，这样学佛再久也是找不到真理的。所以说做人难，人难做，难做人3个字呢，随便对调放哪里呢，都是同样的道理，同样一句话人都是往高处爬要追求显赫的地位嘛。但是有了显赫的地位之后呢，能够不骄傲不炫耀的人呢，实在不多啦。或者是有很好的地位等着你，
而你却一点也不想去争取，这对凡夫来说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啊。因为你一生追求就是这个嘛，那摆在那里你还不要，这个很困难呐。所以要做到有权有势，却不傲慢，甚至能够照顾爱护弱势者，这个对凡夫来讲也是一种困难的事情。因为锦上添花的人多啦，雪中送炭的人少啦。所以只要你有一个头衔或权力呢，旁边就会出现一些拍马屁的人。以佛法来讲叫做攀缘，以庶民语言来讲叫做拉关系。那佛陀有异于常人的智慧啊，视富贵如浮云呐，视权势如碧玺啊。佛陀把这个富贵呢比喻作天上的浮云呐，风生云起，最后也会雾散云开啦，生生灭灭，循环不已啦。那佛陀也把权势呢比喻作什么？比喻作破鞋子，弃之如敝屣，这个敝屣就是破的鞋子啦。把它丢掉也无所谓啦，不值得珍惜的。这是指一个人的心胸开阔、心量豁达的境界啦。那其实呢，这种境界也不是只有佛陀做得到，现在的社会上也是很多人能够做得到。即使是一个平凡的人呐，或一些慈济志工就好了，他们也是把名利财富看得很开啊，也一样达到这个境界啊。当初佛陀在还没有成佛之前呢，是一个太子嘛，悉达多太子嘛，他的观念思想早已超越常人呐。他认为人生的苦难呢，就是因为跟这些名利啊、权势啊、地位啊捆绑在一起，而让人无法得到真正的快乐，所以他就要追求心灵上真正的富有追求身心自由自在的那种生活情境啊。那种境界啊，因此呢，他放弃名利地位跟荣华富贵，离家修行了嘛。那佛陀会这样做，是因为有觉悟，所以才说是觉悟的众生。那我们凡夫呢，还在趋炎附势苦苦追求而烦恼一生所以是还未觉悟的佛啦。所以呢，成佛不成佛的关键呢，这在于觉悟与否通常一般人呢喜欢拥有权势但是已经觉悟的圣人，却彻彻底底把这个物质世界的虚幻真相呢看得很淡。他们明白呢，唯有修行才可以找回自己的本性才是真正富有的人生也才能成长慧命那佛陀不止自己出家修行他也疼爱他的儿子，所以也度化亲生的儿子出家。这样一来呢，王位继承又该如何是好呢？最后呢，净饭王好不容易呢，从王族里面呢找到一位富有才华也很有智慧的人才来继承王位但是这个摩诃男继承王位之后呢，却也是觉得不快乐。尤其呢，他看到很多王族的青年随着佛陀去出家了他心里就在想名利地位如果真的这么好，为什么悉达多太子要出家呢？他也很有智慧，会这样子想到。后来呢，他自己也感受到这些荣华富贵呢，都是缠缚人的枷锁。于是呢，他也毅然出家了那出家之后呢，他每天天未亮他就在精舍前呢前后绕行然后并大声喊着快乐啊快乐啊放下包袱何等幸福，放下布袋何等自在前面这个快乐啊快乐啊是他喊的啦，后面这两句放下包袱何等幸福，放下布袋何等自在，这是我喊的啦，因为这句话是我自己的体会啦结果他喊快乐啊快乐有人听到了，那就误以为说这位舍弃王位出家的这个修行者呢，内心可能还在怀念着权力的滋味，所以才会每天喊着快乐快乐。那佛陀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
就叫人把这个摩诃男呢找来，他来到佛前了，那佛陀就问他啦，你对拥有世间权势跟王位的享受，是不是还没有完全舍弃呢？这摩诃男就回答了，不是啊，我已经把这个权势跟地位舍得一干二净的啦。那佛陀就问他，那你为何每天都在喊快乐快乐啊？这位比丘呢，很欢喜的告诉佛陀，感恩佛陀开辟这条道路，度我出家修行。出家之后呢，我每天都心无挂碍，清安自在，我真的很快乐。从前我在王宫的时候呢，每天都很害怕，很担心不知何时会有外来的侵略战争。此外呢，我还要担心刺客会不会潜入王宫里面啊？所以呢，我需要很多人来守卫，出门也需要很多的侍卫保护啊。这个就好像被禁锢在牢狱里面一样啊，一点都不自由啊。现在想一想啊，那种生活真的是苦不堪言呐。如今我能身心解脱，逍遥自在，所以才会每天高呼快乐啊，快乐啊。这种快乐是因为感恩而来啊。那以上这一段呢，是佛典中的故事。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对觉者来说是苦不堪言呐。但是对一般的凡夫来讲，乐此不疲啊，也是终身追求的目标啊。所以觉跟迷的境界是天差地啊。好像我们凡夫在火宅里面呢，苦中作乐，还自得其乐啊，还乐此不疲啊。还乐不思蜀，流连忘返。然而呢，智者佛陀呢，看我们呢，只是险象环生呢，惊心动魄啊，也替我们捏把冷汗呢，道理一样。那从这一段小故事里面，我们可以体会到，拥有权势其实是一条大绳索，捆绑着我们的身心啊，不得自在解脱了。人一旦执着或享受于这个权势啊，就会食髓知味啊，不会轻易满足的，也会无止境的追求。这就是欲望的深渊一样啊，是个无底洞啊，没有填满的一天啊，是一件苦差事啊。其实这也是我们一般人现在一般人呢追求名利的这种心境的写照。所以有一句话说啊，执着权势向高攀，趋炎附势不胜寒呐。趋炎附势不胜寒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手握权势的时候，很多人呢前呼后拥啦，充满一片热情啦。但是，一旦权势不在而曲终人散的时候呢，最后就是剩下什么孤单跟寂寞啊，跟落寞啊。美国著名的演员阿诺瓦辛格这号人物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哈。后来他当了加州州长嘛，他曾经出席一家呢以他的雕像为名的这个饭店的开幕典礼啊。那酒店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哎呀，任何时候呢你都可以过来，也欢迎你过来，我们会为您呢预留一间房间。后来当他从州长的位置下台后呢，在前往那间饭店的时候呢，饭店经理呢拒绝给他房间并要他自行付房间的钱。因为跟他说我们饭店的房间呢供不应求。那阿诺瓦辛格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呢写到了，当我处于重要位置时，人们总是称赞我；当我失去这个位置时，人们便忘了我也不再信守承诺了。所以不要相信你的地位跟财富，这些都不会长久了。这是阿诺瓦辛格经一事长一智的感言也是现实社会的写实啦。当人们认为你很重要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你的朋友，但是一旦你不再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时候，你没有在这个权势的时候，你对他们来讲就无所谓了，也无关紧要的啦。所以你现在的权势权位是短暂的，别人尊重你是因为你有现在这个身份。当这个身份消失了，没有了，你在别人眼中什么也不是的啦。
甚至100年之后也没有人记得起你是谁的啦。听起来有一点无情啊，但是功利主义的社会，现实社会就是这样，有势力而不去压迫他人，这是不容易的。但卸任或退休之后呢，不再有权势的，这个时候靠山没有了无法使用权势啦，人家就不会再甩你的啦，因为时不我与啊，此一时彼一时啊，你也不必怀疑人生，因为这就是现实人生。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人生体验呐，即使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也可能发生在周遭朋友身上啦。现实人生的真相是，即使善良的天人呐，也会因为彼此福报大小都不同而彼此会互相压迫何况是世间人啊。那把它分析起来是这样一个人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没有福报的时候比较容易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但是随着修行久了甚至是当志工久了，行善布施多了，福报累积多了甚至呢拥有一点头衔，那这个时候态势就会不太一样了有的人就会因此显露出来的就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就好像世人所说的9年媳妇熬成婆所以有些人好事做多了，或身材有道而致富，一不小心就会让人感觉有一点我慢心4块气，很有钱的那种习气道理在这里那司马迁的《史记》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富而不骄，贵而不疏。意思就是说，很富有，但不会趾高气扬即使富贵了呢，也不会疏远自己的亲朋好友或怠慢他们，不会。那有些人是稍有一点权力跟头衔的，就很容易仗着自己的权势跟头衔的，试图去主导事情，压迫别人或自觉高人一等社会团体也是有这样的现象修行团体也是一样，因为都是凡夫，生活在天道的天人都会这样何况是我们这些凡夫所以老实讲这样的现象也是见怪不怪啦。不过我们还是要自我警惕，一个人一旦有了权势跟福报，要如何去保持谦虚跟厚道的心，而不会因此处处去主宰事情或气势凌人而凌驾他人之上，要如何避免这样子的现象呢？这个就要用佛法的智慧来观察了。其实权势跟地位或头衔也好了，也都是一种有为法，有生有灭，有来有去，是无常的，也只是一时福报的显现而已的。所以你说地位头衔权势这也是一种福报啦一时的福报显现出来嘛。所以古人说富贵功名草头露世间的这个富贵的跟功名呢，就好像草上的露水一般什么意思太阳一出来，很容易就蒸发掉了啦就像无常一来，什么都没有了啦，一样的道理努力一生为小康，一场无常花光光一样的道理对所以这个是很微不足道，没有什么好在意的，就是说我们的富贵功名没有什么好在意的啦。今日有权势有地位，终有一天也会殉难归于平淡，而曲终人散谢谢收看最后还是回归到什么？诸法皆空嘛，最后还是一场空。佛教有一句话叫做一切都会过去的，好事会过去，坏事也会过去，顺境会过去，逆境也会过去既然最后一切都会过去，那在还未过去之前就要懂得用忍的功夫，用堪忍来助道，要忍好事，也要忍坏事，也要忍顺境，也要忍逆境，也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啦。这句话
意思就是说，不因外物的好坏，跟自己的得失而感到欢愉或沮丧。无论面对失败还是成功，都要保持淡定跟淡然的心态了。翻成白话就是：高兴的事情高兴一下就好，难过的事情也是难过一下就好，不要高兴的太久，也不要难过太久，要快快恢复到平常心呢。因为让心保持平常，一切才会很正常。所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句话也是饶富哲理哦，很值得我们把它当作座右铭。有一个道理我们也是要很清楚，当有权势跟地位的时候呢，利用威权去压迫他人，这也是一种恶业，造恶业。当这个恶业累积多了呢，也会自食恶果。尤其福报耗尽的时候呢，福尽悲来了，日子就会很难过了啦。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是不难看到这样的例子哦，包括那些艺人呐、名人呐、政治人物也好啦，富商巨贾也好啦，例子不胜枚举啦。尤其呢，仗势欺人，如果是用在对待修行人，以自己的权势去干扰他人的修行，障碍他人的行善之路，甚至造成别人呢动嗔恨心或起退转心，这样子的因果也是非常重。志工团体也是一样，用恶言恶语去激怒别人，让对方动怒发脾气，造成彼此恶脸相向，这样两造双方都是造业，也是共恶业啦。那这样子的道理，有学佛的人应该都很了解。而这种状况的发生，都会耗损自己的福报。原本有权势的地位，也可能不会保持得太久。这个我们都要引以为戒啊。那过去我们以怎样的权势地位去压迫别人、伤害别人，将来也将自食恶果，也会受到别人以同样的方式来压迫我们、伤害我们，甚至本金加利息啊，伤害的更强烈，压迫的更强烈啊。这样子的道理，我们是要警惕在心的啊。一般没有权势的人呢，人微言轻啊，处处碰壁。有权有势的人，人家都要看你的脸色啊，感觉上会比较好做事，所以容易仗势欺人，甚至公报私仇，借着自己的势力来使对方难看啊，或让对方知难而退啊。其实有权势的时候会比较好做事，那比较好做事的时候，就应该多做好事啊。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呢，有事不灵好像也不是很难呐，端看你有没有那个心嘛，啊，其实社会上也有这样的人，他有权势，可是用在好的地方，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谈第10难啊，叫做处事无心难呐。这个处事无心呢，跟以前我们经常讲到的那种对境无心呐，或者第19难的笃静不动难呐，或者都是文辞虽异啦，意义都一样的。也就是无论处在顺境或逆境呢，心都不被境界所影响了，不为之所动，这个不容易，所以才说处事无心难嘛。处事无心就是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能够以无心去对治，以无心去应付，也就是先不要预设立场，事情来了也不要紧，随缘处理。事情过了更不要紧，随缘放下，啊，这就是事来则应呐，事去则尽呐，这个叫做无心呐。其实我们日常生活时时都是在无心的状况下呢度过的。那佛陀为什么告诉我们处事无心难呢？佛陀是在启示我们，人生本来是可以在很单纯、很逍遥自在的情况下生活。但是凡夫很容易无明一起，就把简单、清安、逍遥的生活呢复杂化，会把事情化简为繁呐，而庸人自扰啦，而产生烦恼跟痛苦。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这句话人人都会说啦。但是偏偏在生活中呢，我们常常会跟一些人呢，跟人事呢过不去，时间分秒不停的
流逝，那我们的心呢，经常挂着以往过去的那种人我是非啊，一直在那边不停的打转或钻牛角尖啊，常常转到不见天日啊。这就是凡夫的烦恼境界，所以佛陀才会说处事无心难嘛。很多人总是在烦恼中度日，为什么？因为心中常有弯曲之相，造成其心不直，常常以曲折之心去做比较，对人事容易起分别心呢，造成人事曲折离奇呀，人生颠沛流离呀。比如在工作上了会去计较自己做的很多，别人做的很少这就是骄慢心了。或者认为别人做的多没什么了不起啦自己做的少也不觉得惭愧啦这就是卑劣慢了心念上呢，不管是骄慢或者卑劣慢呢，这些都是烦恼的缘起。那人生应该是要随分随力，量力而为嘛，不要自不量力，有多少力量就做多少事。会发心立愿是很好，但行愿的时候也是要脚踏实地，量力而为啊，不能天马行空，不能不顾一切，而是要兼顾大局啊，这才是思维缜密的智者之人呐。所以才说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嘛。再怎么有远大的抱负跟理想，也是要从眼前的小处开始做起呀，还是不能脱离务实的行事准则跟精神呐。那其实正言上人跟一些高僧大德就是这样的身教啊。那处事无心呢，也可以说是三轮体空了就是《金刚经》所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个也是处事无心的。那做志工也是一样，常常行善布施、热心公益大家要注意做过就要放下，不生我慢，不起骄心，不执着功德，做了好像没做一样这样的不着相，也无所求，也是处事无心所以处事无心不单单是指说心不随境转而已不着相布施啦，行善过后不生我慢心啦，也不会有所求啦这些都叫做处事无心那凡夫处处心生执着，执着自己做了多少善事，捐了多少钱，累积多少功德或执着于办了多少大活动，募了多少善款等等。虽然做了很多好事，但却也常常落入世相造成时时刻刻心生计较跟比较。那这样就是只入中门，不知法脉因此在行善的过程中，处事无心，或对境不起心，或笃静不动，也实在是不容易了。所以修行学佛，无论遇到好的境界或坏的境界，心中都要保持平静跟宁静即使要反应，也是以温和跟平静的态度去反应去应对好像明镜当台不落一点尘埃汉来汉现，胡来胡现，相来则现，相去则无简单讲就是心上无痕，不至心中这是最美的心地功夫达到这样的境界呢，真念心就是处事无心无心就没有烦恼了嘛。相反的，真念心充满人我是非，或常常把事情呢化解为烦或常常是心猿意马啦，杂念纷飞啦，这就是障碍，就是烦恼。那有些人呢，会将无心的意思错解错误解读以为无心就是什么事都不用做，什么事都不要管不是这样子如果无心变成没有感觉、没有反应，那就好像一颗大石头好像一颗大木头一样变成槁木死灰就不对了，不是这样子。有些人认为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做多错啦，不做不错啦这是逃避现实、逃尽安心的消极心态，也是不对所以处事无心的处事就是接触事情，还是要做事，
只是说做事时人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呀。身不离心，心不离身。不管大小事都尽心尽力去做，不管活动是大场小场，或听众很多或很少，心里没有分别。做完了讲完了，就好像没做没讲一样。心里不生挂碍，不起执着，无我相无人相，自在无碍嘛。好像雁渡寒潭啊，雁去不留影啊，船过水无痕啊，都是这样的道理嘛。这样就真正的无心呐。一般人都是有心。什么叫做有心呢？本来无一物，自己惹尘埃就是有心。庸人自扰也是有心。有些人很奇怪，明明事情呢很单纯，他却把它搞得很复杂，这个也是不简单，这个也是叫做有心。就是心很容易落入境界当中啊，跟境界沾染在一起啊，纠缠不已啊。那做了事情以后，活动办完以后呢，牵肠挂肚，做得好，得到赞叹，就心生骄慢，沾沾自喜；做得不好或遭受人家批评，心里就起烦恼。真正的无心，绝不逃避现实，还是勇敢面对现实。事来即应，应过即放啊！事情做了以后就立即放下了，心中不生挂碍，保持平静跟宁静啊。即使好事做多了有功德，他也不居功，而什么回归三宝啊。好事给别人啊，坏事自己检讨反省，这样才是真正的无心啊。古德有一句话说啊：“无心不爱有心用啊，有心用时亦无心啊。”句子里面的无心啊，就是指没有妄想、颠倒、无明、烦恼，这就是处事无心的境界了，是真正般若智慧，真正的菩萨行啊。好，我们举例来讲，大家比较会明白。走路的时候不必提醒自己多用心嘛，还是走得很顺啊。吃饭的时候也不必提醒自己要多用心，也是吃得很顺。养成说雅言正语的说话习惯，也培养自己正念的思考习惯，这样在说话的时候或做事的时候，就不必提醒自己要多用心了，也是用而不用啊。你看他没有用心，他真的很用心，你看不出来，用而不用，会难吗？不会啊，每个人都这样在做，不是吗？只是做的到位不到位，差一点点而已的，一点差别而已的，不是吗？不过如果要把这样的用而不用呢，扩大用到其他地方，像做人处事啦、举手投足啦、应对进退啦、起心动念啦、人际关系等等呢，考验就来了哦。因为每个人的修行功夫是不一样的，功夫浅的还改不了随心所欲、我行我素的习气啊。功夫深的呢，还要看考题是深还是浅啊。考浅的会过关，考深一点的就很难讲。因为一念嗔心起，就火烧功德林啊。这个嗔心如果是指嗔恨啊，应该学佛者比较不会这样子的这个很容易过关不嗔恨这个很容易过关这个考题是浅一点如果这个一念嗔心起，这个嗔心是指生气动怒，也是属于嗔嘛，那大部分的人都不容易考得过因为不杀生如数可能还做得到，可是不去伤人，这个就很难讲否则人群中怎么会常常有伤人的很自责啦，被伤得很痛苦啦，哪里有这些凡夫俗事呢？所以有心用时亦无心，这句话是一切事情顺其自然，恒顺因缘，随缘自在，非常的平常心看起来这个人很用心，但是对他来讲呢，他不觉得他有用什么心看似有心，实则无心，因为他是有心用时亦无心也就是用而不用的意思了这个道理呢，各位同修可以
再深入去体会，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自然就能做到缘生就把握当下，缘灭就看开放下，这样才是真有两下子啊！或者是缘生就欢迎你来，缘灭就目送你去，缘生就来，缘灭就去啊，来来去去，来去自如啊！能够做到这样，就是处事无心呐。还有一个观念很重要，无心不等于是死心哦。如果对无心很执着，执着无心而失去平常心啊，造成心中是一个空空洞洞的境界啊，这样就变成一个死心了。就好像用心闻法是很好，但执着于所闻之法，造成有意识形态而定见很深，变成法执，对法有执着，这样就很不好。无心不爱有心用，有心用时亦无心。简单讲就是亦有亦无啦，看似有实则无，看似无实则有。说有心也对，说无心也对，说真空也对，说妙有也对，空有两相，不着两边。同理呢，有心无心也是不落有无啊，不落两边，因为大爱无边嘛，这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也是真正的妙心呐。好，既然法是这么妙，那要如何做到处事无心呢？我们可以观察一切境界，其实都是业力的显现嘛，它的本质是如梦如幻的。古德说：“梦里明明有六趣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呐。”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当做梦的时候呢，不管是好梦噩梦啦，梦里的人事物都是那么的粒粒分明呐，真实的显现出来了。可是，一旦梦醒了呢，什么都没有了啦。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嘛？那能够以这样的心境去面对一切的人事物，那么强烈的那种虚妄的分别心呢，会降低很多啦。而能够真正去做心的主人，而不被心中种种的妄念跟习气去所奴役。修行如果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就是处事无心，就不难了。那道理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要做起来好像又很难了。但是以前我们有讲过嘛，不管是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啊，我们也是难易不落两边，依中道而行啊。中道就是知行合一的，这个就是什么？迈向成功的行动纲领。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的有事不能难，处事无心难，就分享到这里。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